珊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地球诞生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46亿年了，那在我们之前真的没有诞生过比我们现在更加高等的文明？应该没有吧？为什么？因为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还会退化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呀？不太相似。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在我们之前真的诞生过比我们更加高等的文明，真的诞生，真的，而且他们是硅基文明。就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知道。假设有一天我们人类文明也一下子突然消失了，几千万年以后，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房子，包括我们的存在过的任何痕迹，也不可能被下一个文明找到，就凭空消失了。对，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痕迹。但是一个文明能够发展起来，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是消耗能源。能源，对，我们现在消耗的能源最终会变成无数个碳分子，完全沉入在我们的整个地球里，最终通过几千年以后，慢慢还会存在，对，会变成一层新的岩层，差不多2到3厘米。那可以实验出来它是什么时候的吗？对，就是我们现在有放射性定年法嘛，就能够知道这个岩层差不多在多少万年前。这样子吧。对，然后如果突然有一个岩层，它的碳同位素一下子升高了，就说明那个时期有一个文明存在。那感觉都只知道那个只有一个文明存在，怎么知道是什么呢？对，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只能知道5600万年前有一个文明存在，但是为什么会说它是硅基文明呢？对呀，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因为按照推测，5600万年前，地球其实是一个非常滚烫的地球。滚烫的星球，对，我们人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可以翻面了真的啊？因为熟了。而且当时的二氧化碳浓度也非常高，极度不适于我们这种碳基生物在里面生存，所以后面才有了我们人类。对，但是这又有个问题啊，当时的环境既然已经不适合我们碳基生物生存的话，但是岩层的数据又不会骗人，对呀，那答案就只剩一个，是吗？在消耗能源的就是那帮硅基生命。硅基生命？对。那硅基是什么呀？我猜到你会说什么是硅基了。对呀。首先我们人类就是碳基生命，而且我们目前已知所有地球上的生命都属于碳基生命，包括植物啊、动物啊。因为我们 DNA 里面有一个化学键，都是由碳元素来组成的。那硅基生命就是我们现在想到的一些金属啊、石头啊，包括水晶啊，就算是硅基生命。怎么可能是生命呢？这个放在我们现代社会不可能，对不对？对呀，绝不可能啊。但是事实就是5600万年前他们就是产生了一个生命。但是其实也又会引申出来下一个问题啊。既然5600万年前统治地球的是一帮硅基生命，那后来还有我们什么事儿？那就是呀，为什么凭空消失了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首先，硅基生命按照宇宙的孕育法则来看，它是不可能被自然界凭空诞生的。一定是有人干涉了之后，它才能够诞生的。就比如一块金属或者一个石头，你就算用闪电去劈它几万次，它都不可能有任何化学反应。因为它实在太稳定，而且它太坚硬。但是我们碳基生命可以。因为我们足够脆。足够脆。对。你别看啊，我们现在又是怕紫外线，又是怕烧伤啊，又是怕烫，又是怕低温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足够脆，所以才更容易产生变化。我们从最早的单细胞生物一直进化到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高等文明，只用了短短几万年的时间。这种事情如果放在地球的尺度上，真的只可能在一瞬间。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创造硅基生命的那帮人，一定是比它诞生的更加早的我们，或者是碳基生命，或者是碳基生命，就一定是碳基生命诞生了他们。对。那为什么他们还比我们高等啊？因为他们不会死，他们永生了。因为硅基生命是不会有死亡的概念，对不对？他们只是一帮金属。那我们有，对，我们碳基生命有。那为什么消失了呢？这个就是创造它的人想让它消失。不可能啊！我就感觉以我们现在的人类，怎么可能创造硅基生命呢？对。先说他们为什么消失了，好不好？因为当他们产生了生命以后，他们本质上其实就是靠一堆能源或者是一堆电在维持他们所谓的生命，对吧？很像机器人。他们有可能就像是我们现在概念里的机器人一样。那他们维系生命的唯一能源就是电，本质上就是一堆电子。那也不算人呢。
他们肯定跟我们不是一个物种的，但是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以硅结构变成的一个生命，所以他们用来维持生命的能源就是电，那本质上就是一堆电子，那他们最后可以把电子完全融入到量子的世界里，这对于当时他们的文明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而且这个在科学上也是完全成立的，接下来你再看看5600万年之后的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怎么类似的事情？你没觉得我们现在的 AI 真的一代比一代聪明吗？哦，是啊，它差不多每7个月就会翻1倍它的智商，而且我觉得要不了多久，它真的有可能可以产生自我意识。自我意识 ，AI 产生自我意识，对，那就有点可怕了。对，如果哪天 AI 产生自我意识，那它就是下一代硅基生命，就像下一代的机器人，对，机器人产生了意识，对，它会产生情绪吗？它一定会产生情感，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对，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让机器人能产生意识、产生情感，怎么想也不可能啊。但如果人工智能，因为它的智商每7个月就比我们翻了1倍，对不对？它是智商，它可以比我们高，对吧？因为它有大量的信息，它可以去搜索干嘛的。但是我情感和意识、自我意识、记忆啊这些，应该不会吧？所以你觉得他们不可能变成硅基生命，对不对？他们不会变成生命啊？对啊。那如果有一天它能够跟你正常对话了，那你觉得它跟你可能？我觉得它还是跟人不一样。对，它跟你一定不是一个物种，对不对？但是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不看见它的本体，那你跟它正常聊天，你没有感觉它是一个机器人的话，那说明它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是，对的。但是界面肯定不是的呀。啊，对，它有可能就通过虚拟网络，我可以网恋。对，如果有一天它真的产生意识了，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一种新的我们不能理解的生命，哪怕我们人类不认可它，不认为它是人，但它也算是一种生命，对吧？但总归还是跟人不一样的嘛。那肯定啊，人家是硅基生命，比我们更高级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跟你碳基生命去比较？你到底是碳的还是硅的，对不对？总归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肯定就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它肯定是比我们人类强，但是有些我们人类肯定是更丰富一点，比如说感情啊这些东西，对吧？因为我觉得你觉得机器人是冰冷的，对，机器人 AI 都是冰冷的。这也是我们的主观，但是对于一个文明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个生命形态来说，情感不是生存唯一的标准。有道理。他们并不需要任何情感，他们只需要强大自己的整个文明就可以了。有道理，对吧？他们要试图侵略，或者是试图占有更多的资源，生存是一个文明的第一要素。那如果真的存在，他们就一直生存啊，他们就一直生存。那确实是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对。但某些程度，他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他们为什么会消失啊？我看网上很多人担心说，如果 AI 哪天成为了硅基生命之后，我们人类真的就要灭绝了。但其实我不这么看啊，我反而抱着一个更加乐观的态度。因为这跟我们人类作为碳基生命对于生命追求的本质有关系。它反而是一个更加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长生不老。就它长生不老，我们长生不老，我们也能长生不老。因为我们人类啊，一旦发现 AI 开始产生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把我们人类跟硅基生命融合在一起。这怎么融合啊？你看马斯克现在在做什么，你就知道了。他要做各种脑机接口，包括手臂、身体、内脏，他就是想要把人变成除了大脑以外，所有身体全部都换成硅基的，因为更加可控。你不会生病，你只需要，因为我们人类需要维持的就只有大脑而已，身体其实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真的可以做到吗？真的可以做到，我觉得真的做到了就太牛了。对，那假设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跟硅基生命完美融合了，我们全身上下的零件都换一遍，变成了一个。但我们的大脑还存在，对，只有大脑，就我们的意识各方面都还存在，对，只有大脑存在，变成了一个身体不一样，对，只有变成了一个类似半硅基生命的形态。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永生？可以啊，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身体细胞差不多平均有40多兆细胞，然后我们每天都有不断的细胞死亡，然后产生新的细胞。
一直到我们细胞再也没有办法生长。但是唯独只有我们的脑细胞是在理论上永远不会死亡。那有的时候你医学上面也有脑死亡的对，脑死亡是因为缺氧了嘛？缺氧了，对，导致你的大脑受损了，所以它才脑死亡。脑死亡了就是真的是就死亡。脑死亡对于我们人类的个体来说就是死亡，因为你大脑不存在，但是你身体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可以换，只有脑子不能换。这个其实也对，因为我们人类啊，每7年就会换一次，浑身上下的细胞都会换一次。只有脑细胞不会换，因为脑细胞永远不会死亡，所以才会有7年之痒。你浑身上下的细胞都换了一遍，只有脑细胞不会死亡，那脑死亡了之后为什么不会死亡？你脑死亡不可能莫名其妙一个人就死了，对不对？你肯定出了车祸或者生了病或者缺了氧。对呀。因为身体没有办法维持你的大脑的功能，所以你的大脑就死亡。受创了嘛？那你说大脑不会死亡？脑细胞本身不会死亡，你只要不去碰它，它就不会死呀。不出意外的话，它是不会死亡的。对。那人家去世了，肯定也是去世了，就是因为他身体扛不住了，所以脑子死了呀，对不对？真的啊？那如果就是在他快要去世的时候把脑子取出来的，对，就能延续他的生命。是的。天哪，长生不老。对，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人类真的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对。天哪，那到时候我们人就可以成为硅基生命了。对，就永远不会死亡。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半硅基生命，因为我们还有个大脑啊。对呀，那肯定比全硅基生命更那个厉害一点。那也不一定。硅基生命它的运算呢，我知道，你想它的智商或者运算能力会更高，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假设我们变成了半硅基生命，其实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更加进一步的开发我们的大脑。因为按照目前已知的医学实验来说，我们人类使用大脑的利用率只有2%。但如果成为了半硅胶，就可以利用率更高。不是半硅胶，半硅基。半硅胶。但是，我们说回来啊，但是为什么只能用到2%？这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功能啊，拖累了我们的脑子。因为我们人体20%的能量都要供给给我们的大脑。那有人说，那我把我的大脑开发到10%行不行？不行吧？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因为开发到10%，你算一算，我们每天功能要有20%给到我们的脑子，然后它只能用我们脑子2%。如果开发到10%，那就是100%。你一天什么事都别干了，脑子刚刚一灵光，低血糖了。不行。但很多人也不想要动脑子啊，对，都有点不想动脑子，对，都只有2%了，你还不想动脑子，对不对？但这其实也不科学，因为这违背了生物的进化论。因为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一个物种是不可能演化出一个跟它身体完全不匹配的器官。对。它一定是有某一种目的的。然后，现在如果结合我们刚才猜想的话，那其实这个目的已经很明显了。什么？我们人类的大脑就是为了我们将来成为硅基生命准备的。因为你想，我们现在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好可惜啊，是很可惜。然后，当我们真的成为硅基生命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功能就供上了。我们就有足够的能量去维持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就能运算到100%。你说，我们有机会成为硅基生命吗？看命了。看命啊？为什么看命呢？因为从整个曲线来说，从2025年到2045年，到2045年为止，它是一个人类文明的爆发基点。所以到2045年开始，可能真的会诞生我们刚才说的半硅基生命。但如果诞生了，就是你肯定也是需要很多的金钱去做这个东西。但2045年了，可能已经是全民普遍化了。普遍化了。对。但其实2045年也就20年之后。那我都是50、60岁了啊。2045年20年呀。20年。那我才40多岁啊。那可以。还行啊。那还行。然后当我们真的成为那种半硅基生命之后，我们的大脑也最终会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会把意识存在量子世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身体了。
我们就完全变成一个量子生命。那也不会变老吗？永远不会变，你都不会死了，你怎么会变老呢？那如果说我40岁的时候，我变成了半硅胶生命，那我就永远停留在40岁吗？你的脸都不是你的了，只有你的脑子是你啊。但我都不知道我多大了，是吗？就这个时候就没有年龄的概念，对不对？这样子。那就不存在于身体状态的。对啊，可能我们以后记年龄都是以太阳历去算，太阳转了一圈1岁，或者是对，可能几百年，就按照我们现在几千年、几万年才算1岁，对不对？是以宇宙尺度来算，而并不是以太阳公转的时间来算。那你说，如果说我们都变成了半硅胶、半硅基生命的话，那我们还会认识彼此吗？都会认识，亲人还都是亲人。是啊，因为这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人类，还是碳基生命，只是半硅基生命，因为大脑还存在。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变成了量子形态的时候，所有人还是认识谁是谁的。那你会认出我吗？那肯定啊，我们都有彼此的信息啊，对不对？你会给自己起个名字，我也给自己起个名字。这个半硅胶的那个半硅基的名字不是，就是变成量子了呀。对不对？但是这其实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虽然永生了，但是我们同时也失去了种族繁衍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身体繁衍的能力。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尝试再一次创造。但我觉得，如果以后都是半硅基生命的话，肯定也有我们现在的生命存在的呀。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你想啊，如果我们哪一天变成了完整的硅基生命，最终成为量子形态的时候，我们人类一定会失去繁衍的能力。但我们失去繁衍的能力，然后所有的人变成了硅基生命，然后之后失去繁衍能力，那我们的人类不就灭绝了吗？相当于，这不叫灭绝啊，就是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种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扩充我们的种族的数量，对不对？那也不太合算。也不太合算。所以我们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们会想方设法的扩充我们族群，对吧？对。所以我们一定会再次尝试诞生出新的碳基生命，就像5600万年前那帮人对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那好像一直在循环一样。对。如果你哪天突然永生了，你什么都不缺了，然后你变成量子了，你可以穿越时空了你一定会很孤独。懂了。你想要更多的同伴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存在呀？对，这就是我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人类还会存在？天哪，我好像知道了什么惊天大秘密。而且最近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也透露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他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大型的真人秀节目，如果我们的表现不好，观众可能会随时换台，然后一旦我们的收视率太低的话，我们整个剧组都可能被解散。那按照他的潜台词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某些人的预期去发展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像之前的恐龙一样，哗一个大陨石过来，地球灭绝了，重新再来一批生命。然后他们发现，这批生命也不行，他们再刷一次，直到我们现在人类，他们觉得人类表现还不错，还算是可以创造硅基生命的苗头。所以我们人类保持到现在。好细思极恐。当然，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灭绝也不一定都是我刚才说的他们插手才灭绝的，这太绝对了对，而且也太阴谋论了。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某种环境的因素，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导致的灭绝。我们也不能确定。对，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已知的线索来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对比，是不是真的跟我想象的一样？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其实还蛮好的。是啊，我们就永生了嘛。对呀，其实蛮好的，也算是一种诅咒对不对？那倒也是。好了，以上都是我们的猜想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拜拜。